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游世界》的视频了。上一期呢，我们是跟大家详细讲了有关古怪外来者的这些详细的内容啊。关于这个小人能够把这个钢铁转化成其他金属的这个，把这个金属钢铁转化为其他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小人啊，很多小伙伴还是觉得他很厉害啊，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他留下来，就不要去割他的腿了。我们选择教化他。虽然这个小人没有特别厉害的属性和特性呢，但是他也没有什么 debuff 啊。我们之后把他招进来当一个专职的炼金术师好了，这个技能可以利用起来啊。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是我们的这里啊，有小伙伴建议啊，说是我这个厨房的位置还是离这个屠宰台太近了，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呢开了一个模组，叫做常识 mode 啊。常识 mode 呢是在小人在进行烹饪之前，他会优先的把这个烹饪台附近的判定的位置都打扫干净，再做饭啊，可以一定程度的规避啊，因为这个带来的一个问题。但是的确啊，这个能离得远一点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些萌新小伙伴考虑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台子离这个屠宰的区域远一点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小人在这种寒冷的环境啊，就是非舒适温度下工作是会有速度减成的。但是这个速度减成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对于搬运的这个带来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弥补啊，就是你以减少搬运为代价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你如果觉得这个工作速度更重要啊，搬运这个可以靠机器人的话，你就选择把它放在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是这边我们把这个储存区呢改成粗饲料啊，把这个干草拿走啊，优先让这个牛去吃粗饲料啊，会更营养值会更划算一些啊。这是对上一期的一些地方的补充。那这一期上来呢，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事儿呢，一个是我们新来的这个高级的这个异常啊。高级的这个意象的这个单位啊，就是这个异常尸体啊。异常尸体呢，它是一个高级的单位啊，在我们的实体图鉴里，这里可以看到算是高级的最后一个了啊。它作为一个高级单位呢，它的处理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算是很多的这个高级实体里边，比较简单的一个。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勾选允许啊，这个尸体呢是没有办法屠宰。就是靠屠宰把它完全消灭掉了。屠宰的确可以让它从这个地图上消失，但是呢，从这个尸体刷出来之后呢，它就跟我们基地中的一个小人绑定了啊。被绑定的小人呢，当他被这个屠宰了之后，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惩罚，会倒地昏迷，然后还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情检疫啊。所以通过这个屠宰它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并且过了1-2天呢，这个尸体还会再重新刷新出现啊，所以不推荐去直接屠宰它。所以呢，屠宰台这里呢，我们之前是暂停了，我们现在给它取消暂停，然后在详细这里呢，把这个人类尸体下面有一个允许异常尸体的这个给它擦掉，就不会去屠宰这具尸体了。然后我们把它允许之后呢，我们现在在研究的时候，在高级的这个意象科技里，我们就能去解锁这个2个点的这个高级科技了。2个点的高级科技呢，这个几个比较重要，一个是死亡回避，一个呢是活铁发电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食尸鬼相关的这个科技啊。我个人呢会优先研究食尸鬼相关的科技，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食尸鬼假体这个给它点上啊，然后这里就好了，然后小人就会研究它，它就会解锁高级的这个点数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尸体来到我们的殖民地呢，要10几天才会开始有变化，有变化之后，它这边会有一定的提示啊。当它跳了提示之后，1到3天它就会复活。一旦它复活之后呢，就会开始去追我们它的绑定的这个小人，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雪香琴啊。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尸体啊，你一旦把它这个解除禁用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就会直接刷在我们的这个雪香琴的脸上，它就只会往我们的雪香琴的脸上刷啊，就是突然出现在这里啊。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小人心情还不好啊，就是处于这个低崩溃风险的时候，哎，他就有可能患上尸体迷恋。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是需要额外多注意一下的。但是迷不迷恋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大，我就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当他复活之后啊，一旦这个尸体复活了之后，他就会去追这个雪香琴。这雪香琴一旦被他捉住之后呢，就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啊，这个反正我觉得很快啊，极短的时间里就会被他把大脑给摧毁掉。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殖民者就死了啊，你就没有办法了。你除非用什么复活机械液可以给他复活，否则你这个殖民者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尸体一旦复活呢，对我们的这个小人威胁是极大的。但是好在呢，它复活一来是会弹提示啊，二来它一
旦复活之后，还会有一个小动画，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是可以有很多办法去处理的啊。不要考虑把这个尸体给它封在一个封闭环境，比如说你造4堵墙，把这个尸体放中间，你说行不行？不行啊，它会瞬移的啊，这个是不行的啊。但是当它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血香芹啊，来用这个方式给它困在这里啊。那这个尸体只要够不到，它就会在这转圈儿。我们其他的人把这个尸体给打死就好了啊。虽然这个尸体的血非常的厚啊，或者呢不是这种4个格围在一起的，或者是什么也好，比如说空投舱，你把这个血香芹放到空投舱里啊，这个尸体就会去砸那个空投舱，但是这个尸体的建造等级很低啊，我们让一个小人去修，剩下所有的小人去打它就好了，就也可以啊。或者是像休眠舱也可以，你只要把这个血香芹封在一个它够不着的地方，甚至是我们去研究这个后边去做这个科技需要的那个扫描大脑的这个机器，这个机器也可以把我们的血香芹放进去，你只要让它够不到啊，你只要让它够不到呢，它就一定时间内我们把它处理掉就好了，这是一种思路啊。另一种思路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去给大家演示看啊。另一种思路我个人觉得会更好一些啊。那除了有关异常尸体这个事儿呢，我算是在这个时间段算是大概率大多数的东西啊先说清楚了啊。后边遇到的更优的解法，我们在后边再说啊。那这一期的另一个事儿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阵地啊，这个阵地的设计或者是这个阵地的思路啊，都应用了哪些原理以及哪些想法啊？我们等把这个阵地造好了之后呢，再来给大家详细说。好，我们这边的阵地基本造好了啊，这里来开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阵地的思路啊。首先，这只是一个1/2的阵地啊，或者说是这个阵地的一半啊。其实完整的阵地呢，这个是两边的啊，是对称的啊。这个阵地呢，其实是一个算是打击阵或者叫傻瓜阵的一个改版的一个阵地啊。首先呢，对一些刚回坑的老玩家说一下，以前的这个阵地你可以看到这个点儿这个地方，这边我们还画了2个红点，原本是放门的位置啊，这是以前有起点的一个画法啊。现在在1.5版本呢，这个起点80%吧都失效了啊，所以这2个格是没有必要了，就直接画成现在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来说阵地的时候呢，来给大家介绍2个核心的一个概念，一个就是限流，一个就是减速啊。什么叫限流呢？就是当我们的敌人啊遇到这个有威胁的时候，感知到有威胁的状态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叫做警惕的状态。一旦进入警惕的状态，就会限流啊。首先，什么样叫限流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小人啊，他是没有这个警惕状态的时候啊，就是说不征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人之间，就是如果你给他画一个活动区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画一个活动区啊，我们这里管理活动区啊，新建活动区，活动区2啊。然后我们添加活动区，活动区2，我们就选择一个格子啊，然后我们把它俩取消啊，然后我们管制啊，然后我们就让它俩只站在活动区2啊。哎，你可以看到他们2个是可以完全的站在同一个格子里的啊，是可以完全的站在一个格子里的，这就是没有警惕状态的时候。那一旦我们征召他们，就可以理解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警惕状态啊，就模拟敌人进入警惕状态的这种感觉，他俩就会从一个格子里弹开啊。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阵地的入口基本上都是这种一个格子的单向格子啊。那这种非常狭窄的这个入口，一旦敌人进入警惕的状态，他们就只能排队的一个一个的往里走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叫做警惕状态。那敌人什么时候会进入警惕状态呢？一是他准备攻击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周围有威胁的时候。什么东西叫威胁呢？比如说站在门后的我们的小人啊，我们的小人即便是站在门后，他有一个威慑力在啊，敌人只要从外面经过这里，就会在这里就进入了警惕状态，然后就会开始出现碰撞的这个体积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插了一节电线啊！如果你一定这里是插了一节电线，但是不要通电的机枪塔，一定要记住啊！一旦你通了电，它反而就没有这个效果了。你一定不要通电，但是要插一节电线啊，不连电线的也不行啊。插了一节电线的未通电的小机枪也可以是一种状态，然后在门后边啊。所以呢，这里我做了一下修改啊，之前我这里是一堵墙，然后有的小伙伴反映说是这个在这里啊再修一个门的话，可以让他们更早的进入警惕状态，其实会更好啊。我觉得有道理啊，所以我把这边的这个门也给它做上了。这个门呢，就给它设置成禁止的状态，我们的小人就不会从这里走了，这里就可以让这个敌人从这个地方过的时候啊，从右边过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就进入了警惕状态。从这里过呢，走到了这个位置啊，走到了这个墙的这个位置，也会进入了警惕状态。它就会在这里啊，一个一个排的往这里走啊，否则如果不限流的话，敌人会一下子一股脑大量的涌入到阵地里啊，这是需要注意的。那有几种方式，或者是也有几种敌人的袭击是限流不住的啊，有几种特殊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拿着爆炸物的敌人，比如说拿着手雷，拿着末日，拿着什么3连的那些敌人啊，他们是不吃限流的，他们拿的这种武器是不会进入限流的状态的，所以你会发现拿着手榴弹的这些人就从这其他人中间刷刷刷就穿过来，很快就全都进到阵地里了。所以拿着手榴弹、拿着爆炸物的这些敌人要优先注意，要格外的注意去打他们啊。那另一种呢，就是当它两个体型过大的两个单位之间也不会发生限流，比如说一个大虫子和一个特别小的虫子啊，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一起走的时候，小虫子直接就过去了，它是限流不住的，或者是一个巨大的蜈蚣和一个小小的飞糖啊，这两个东西也触发不了限流，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后边的这个单位和前面的单位就没有碰撞体积，就穿过去了啊。所以比如说你来了一大堆的蜈蚣的这个袭击，后边跟了两个飞糖，这两个飞糖就会穿过这些蜈蚣，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阵地啊。体型过大的、相差过大的也不会触发限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工兵不会被限流，工兵身后的这些单位啊，就是跟着工兵的那些单位不会被限流，他们会一股脑的涌进到你的阵地里来啊。但即便如此啊，有了这样的一个限流之后，80%的这个袭击还是会比较好打的。但是需要注意，在我们现在的版本，如果你是这个原版的话，你要注意有一种袭击叫做破墙袭击，它是优先以你的墙体为目标的，这种袭击是不走阵地的啊。那这种破墙袭击就没办法，就打拐角杀或者打这个室外的这种这个野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 1.5 版本，如果你有意向 DLC 的话，就是这个盘山的食尸鬼啊，我们现在应该还没有遇到吧？可能还没有遇到啊。如果遇到了，后边会有这种食尸鬼的，不是食尸鬼啊，就是这个盘山怪。盘山怪，大量的盘山怪的这种袭击，就全是尸体啊，复活的那种，他们一大堆啊。那些盘山怪呢，也是不走阵地的啊，他就看见哪里，他走最短距离，哪里有墙，他就一直这个凿着这个墙就往里不断的推进啊。这种也没有办法，这种我们只能给他打野战啊。这几种是不走阵地的，需要注意啊。工兵是可以走阵地的，但是工兵后边的这些单位不吃限流，工兵要想走阵地呢，需要后边我们再做单独的结构来限制他们啊。这就是关于限流啊，这里我觉得我说清楚了啊，如果有没有理解的地方，欢迎你去留言啊，我能看到的话，我给你解答。那第二个呢，就是减速啊，减速这个在环世界当中呢，几种东西可以减速啊，比如说这个路障，比如说沙袋。比如说这个门啊，门的减速主要是靠着连续2个门才减速。我们这里给大家加载一个我之前的存档啊，我这里边加载了一个我之前的一个存档，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有关减速的事情啊。减速呢，地上放着的物品会减速，连续的这种门会减速，单一的门其实不减速啊。单一门减速主要是因为有开门的时间啊。单一的门啊，比如说你隔一个造一个门，这种就起不到显著效果。你一定要这种连续的门，连续2个门在一起，它就会触发减速啊。然后呢，地上堆的物品呢，它的减速跟它的堆叠的东西的数量和它的物品种类都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普通物品和尸体啊，触发的减速效果是一样的。所以你最经济的方法肯定就是只放一块砖啊，就让它实现减速啊，这是最好的。然后呢，减速不同的物品啊，它减速在地上堆的这种啊，它的效果，它跟比如说地表，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一些地方，土地啊，它是有一个行走速度的减益的啊，地面的这种减速和地上的这种物品的减速是取大者啊，就是谁减的速度越狠，就取谁的数啊，它是不叠加的。但是呢，敞开的这种门和地上的这个物品的减速是叠加的。我们这里有2个小人，他俩的移动速度差的不是特别多啊，给大家稍微的演示这里啊，比如说我们先让他从这里走到这儿啊。然后呢，我们让它走到这儿，我们把速度放得慢一点啊，然后让它选中它啊，走到这儿啊，看一下他们行走啊，你会明显发现，这个小人走的会更慢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减速和这个门开着的门的减速是叠加的，所以门啊，连续造的门是可以减速的，但是需要注意啊，门它是一种掩体啊，如果你是阵地上，比如说你的小人打算站在这儿，想靠这种这么长的这一条全是门的这个走廊去减速敌人，行不行？可以，不是不行，但是门是有掩体效果的啊，敌人站在门的这个位置是会被这个门的掩体效果减我们的射击精准度的啊，这个就不是很好啊。你要是真的想要这个门的，你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大长走廊啊，比如说你做一个很长的急流拐弯的这种像迷宫一样的走廊，让这个敌人呢就是这么一个排一排的用减速的方法进去啊。这是可以的哈，这个门是减速的。还有一个更经济实惠的减速方案呢，其实是用这个栅栏啊。
这个栅栏的减速效果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让这个小人走到这里啊，我们让这个小人呢走这边，我们让这个小人走这2个栅栏门，看他们2个谁先走得到啊？你会发现，哎，这个栅栏的减速效果要更好啊，这个栅栏的减速比这个开着的门效果更好，并且栅栏这个东西非常的便宜，它只要1块砖就能造啊，所以用栅栏减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这里你会发现我这边造了2个栅栏，但是这个栅栏不要连续的造啊，连续的造就起不到这种效果。连续造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也可以给大家造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造一个栅栏啊，好，栅栏造好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栅栏。我们刚才先看一下人走这种栅栏的减速的这个感觉，现在速度太快了啊，看不太出来啊。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人帮我们走了，他走了第1格的确减速了，但后边的这个减速效果就消失了。连续的这种栅栏后边的减速效果就消失了啊。我们可以再找一个人重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走一下这个人啊，看一下他的减速效果是什么样的，就不用你了。哎，你可以看卡了一下，再卡了一下啊。那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走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样啊？第一个卡了一下，后边这个就没有减速效果啊，所以栅栏不要连续造，连续造是没有用的。门要连续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减速效果。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阵地啊，首先利用了这么一个门后的威胁物啊，来造成敌人的限流。限流之后呢，在这边啊用一些砖，再加上这种间隔的栅栏啊，去让敌人去减速。然后呢，整个阵地里呢都放上石砖，让敌人去减速啊。这个石砖怎么放的？你就选择铺地板啊。铺完地板，等小人把这个材料运过来之后，你就取消这个铺地板的这个命令，然后把这些石砖禁用，就铺好了。但是这样不是满堆的石砖是有这个问题的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敌人的这个尸体堆过来的时候，这些石砖会合并。所以当你材料充足了之后，你可以考虑就把这里放上整组的石砖，最好用石砖，不要用钢铁，钢铁是易燃的啊。哎，这里是需要注意的，我们放上整组的石砖堆在这里啊，就不会被挤开了啊。哎，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个减速的目的啊。所以限流和减速这里说清楚了。那这些路障是干嘛的呢？这些路障，首先路障是有一定的掩体能力的，我们的小人是可以站在这些的位置，可以拿这个路障当掩体啊。然后其次，敌人站在路障上是不能射击的啊。所以敌人从我们这里进来之后啊，你如果不在这里不放路障的话，你会发现一个远程单位就会站在这里，以这根墙作为掩体，跟我们的小人进行对射啊，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个路障，它在这个路障上是不能射击的，它只有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呢，就不完全暴露在我们的火力之下，它没有掩体的状态啊。而且呢，我这边是放了一个门啊，这里放了一根路障的。我们之后我们的实时轨单，我们的近战单位会站在这个位置啊，然后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地方更近，所以敌人呢会优先去往这边锁敌，会往这个近战这个单位在这个地方走，然后我们就靠我们的链式霰弹枪，我们链式霰弹枪的小人站前排啊，链式霰弹枪的小人站前排，后边这个后排的小人可以换，比如说换宿舍，换这个电荷步枪都可以啊，换威力更强大的这个武器。但是前排的小人一定要用链式霰弹枪，这个阵地是专门为链式霰弹枪打造的啊。你前后小人呢都用链式霰弹枪也可以啊，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啊。所以就靠这帮小人的这种高火力的袭击，进来一个啊，后边的人被减速了嘛，进来一个打一个，进来一个打一个，哎，就能实现这种分而杀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啊。至于这边的这些路障都是同样的原因啊，这里为什么突出一格墙？这里是站着 EMP 炮手的位置啊，我们的这个 EMP 炮手啊。之后来了机械族的之后单位之后，我们的 EMP 炮手站在这个墙的后边，然后我们就可以呢用这个 EMP 投弹这个格子啊，你可以看到投弹这个格子，这个敌人只要进入到这个阵地，在这个范围内都会被这个 EMP 所控制啊。哎，这是 EMP 炮手的位置，但是呢又会怕敌人会站在这个位置，以它为掩体来给我们打这个射击啊，所以我在这里补了路障。这些地方的路障都是同样的道理啊，不要让敌人站在这些位置作为掩体去跟我们开火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个阵地的原理就给大家讲清楚了。好，我们的许阳琴还是换上了尸体迷恋啊，问题也不大吧，反正我们殖民地的小人对于尸体迷恋并没有，就是对于尸体并不恐惧啊，所以尸体迷恋的影响会降到最低啊，就无非就是他会把这个尸体搬出来，大家一起欣赏啊。这个如果你的殖民地里的其他人对尸体比较恐惧的话，这个影响的确很大啊。没有的话，其实就不是很有所谓。但是许阳琴会不受控制啊，这个的确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啊。迷恋也就迷恋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啊，高级的这个点数在走啊，就是走得很慢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一项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幽魂的骨头给它拿回来，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搬运机还是可以过去的啊，我们就让搬运机把这些东西往这边搬就好了。包括刚才在这边死了一队的这个不是伤队啊，就是路过的人啊，我们也可以让他
搬回来，把这个幽魂的骨骼可以给它搬回来，能加一些我们的高级点数啊。幽魂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挺好处理的啊，只要你知道它是什么逻辑的话，其实还挺好处理的。这个幽魂脊椎被搬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选择把它进行一个收容啊。我们选择一下啊，看一下。哦，它不醒过来的时候是不能收容的吗？我看啊，哦，可以啊，捕获。选择捕获，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收容平台把它收容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里之前就有小伙伴提到了啊，我这个大门的上边这个位置最好不要放收容平台，因为小人在这儿做研究的时候就会路过这里啊，路过这里，站在这个门口会把这个门打开，这个屋子里的收容强度会下降啊，可能会导致有实体跑出来啊。你要做就是高级实体的收容的话，最好不要敞开这里啊，这里的确值得注意，我们把这里做一下修改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佛铁的这个给它摆上，然后我们把这个幽魂脊椎给它收容了，看一下收容后的效果。这边还没有人去啊，有人来了啊。这个脊椎呢，你可以直接摧毁掉，但我不建议啊。然后这边异常尸体有进展了，显示呢这个尸体中心有一块黑暗的超凡碎片，它与我们的血香琴建立了心灵联系啊。该尸体被摧毁后呢，会自我重建。并无视距离传送到血香琴附近啊，所以我们屠宰啊、焚烧啊，或者是拿着这个弹射舱给它射出去等等的方式，对于摧毁这个异常尸体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不要用这种方式啊。然后一旦我们把这个脊椎捕获的这个幽魂就在这里重生。幽魂呢，你可以理解为只要这个脊椎在，它是不死不灭，它可以一直重生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当我们选择一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实体这里选择提取活铁啊。这个是当我们没有这个活铁提取科技的时候，我们可以手动对它提取活铁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对它提取活铁，看一下啊。一次性提取是16个是吧？提取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短时间内呢，你就没有办法对它再次提取了。这个东西是需要 CD 的啊，这个没有办法立刻提取。但是呢，我们再选择这个实体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在这里啊，选择处决，我们直接把它杀了啊，处决它。这个就死了啊，就击杀了这个幽魂，它又变成了一块脊椎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脊椎安到这个上面去啊，我们再来啊，优先捕获啊，你就别走了，你在这待着吧。你会发现它又重生了，我们再选择它，我们又可以提取活铁啊，我们优先提取活铁又可以啊，就可以如此往复，如此往复，它就是一个人肉的一个刷这个活铁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啊，你这样是一个最安全的处理幽魂的方式啊，不断的处决它，然后再不断的去提取这个活铁啊，你又不损耗任何的东西啊，又可以不断的刷这个活铁，但是它太费操作了啊。就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缺这个东西，否则我都是不推荐的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幽魂给它抓住啊，用它来获得一点高级的研究点数啊。这边做出传奇物品来了，做出了一个传奇的，应该是这个胸衣啊，紧身胸衣啊。之后我拿这个给它卖掉。我们现在我估计财富要破，已经破了啊，破8了。那我们看看时间啊，12点。那我们现在就出门吧，我们现在就出去啊。记得啊，要是你的基地内有异常尸体的话，不要派这个被异常尸体附身的这个小人出门啊，这个也不要派啊。就让他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啊，等着这个异常尸体的这个事件过去结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好，我们来进一下贸易啊，先把中性胺和医药脱空啊，这些都是有用的。其他的零件我们刚买了一批，暂时不买是不是可以？我想想啊，我看看钱够不够啊？先把零件选上，这需要2900啊，肾卖掉，看有没有什么啊？麻痹之前说想买的，先给它选上。乐视芯片现在用不上啊，这些东西都用不上啊！这边还没有刷新啊，把这些东西都卖掉，看看值多少钱啊？还能赚900多，这个东西是真的值钱啊，真的值钱！好，还能赚900多。有没有特别好的极佳的木雕？我看看它这个是多重的啊？这个是7000克，但是它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啊，这个不太好啊。不太好，这边有个极佳的石灰岩的，我们还是自己造吧，我们自己有艺术的人才啊，可以稍微买一点点木头啊，然
后再买一点布吧，布还是缺的啊，再买一点布，这样就把钱又都花光了啊。好，回家。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研究的这个房间里啊，造上我们的这个通讯台了。之前解锁了，但是一直没造啊，就放在这个位置就好了。然后这个轨道信标，你有哪些东西要交易，你就把信标放在哪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冷库里的东西啊，大概率可能会要被交易，放在这儿。然后现在仓库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这个房间的东西可能会被交易啊，就放在这儿啊。哎，这样就可以跟这个轨道贸易商进行交易了。并且呢，因为我们有这个能通知我们进货的那个 mode 啊，然后有了这个轨道信标之后，我们就可以远距离看到我们好兄弟家卖什么东西了啊。这样如果他家的货不好呢，我们就可以先不去啊，换一家再去啊，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个坚韧的泥人老哥被感染了，我们算了啊，不去治疗他了，我们直接添加手术把它进行食尸鬼转化啊，让它给变成食尸鬼啊。顺道给大家看一下变成食尸鬼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它长出来的啊，把该长的东西长出来。哎，别治疗了，直接给它转化好了啊。这边应该是他不能做手术啊。好，我们优先手术一下。这就是我们第二个食尸鬼老哥了，他身上的衣服也不用扒，变食尸鬼之后会自动掉下来的。哎，你会发现他就倒地了。然后这个食尸鬼呢，你会发现他这个左肺这写的是杂项，我们移了一个肺，移了一个肾啊，移了2条腿啊，这边会显示是个杂项啊，杂项就是在不停的生长。你会发现这里啊，耐久和这个什么这个血量在不停的在涨啊。等这个血量长好了之后呢，它就复活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呢，在这边给它弄一个医疗床，直接就把它搬过去啊，搬在医疗床上，它生长的速度会更快啊。需要注意呢，你这个食尸鬼，你把它转化之前，你最好喂一下，你不喂一下，它可能没等长好，它会饿。没等长好饿了，我们也有办法解决啊。但是你如果就是喂一下，可能会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会更好一些啊。你看我们这里它饿了一会儿到时候再说啊。哎，你看到他自己就去想要床，因为他还剩1条腿啊。那你如果2条腿都没有，我这里教大家一下怎么解决啊。如果你像我一样，刚开始把这个是吧，这个过路费收完了，还把人2条腿卸了，那他现在就没有办法移动了。没有办法移动，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组建远行队，把它勾选上啊，然后远行队出图，远行队出图之后就会自动出东西吃东西了，然后你再让殖民者把它带回来带进来，你就把它喂饱了，等它这个东西长回来就好了啊。这个就是一种方案啊。然后现在呢，你要记得之后把这条腿给它卸下来啊，因为你不卸下来会影响这只食尸鬼的行动速度的。你让它长它自己的腿哈，它自己的腿比我们安的这个木腿可那个啥好多了，和速度快多了，所以我们后边还要把这条腿给它卸掉啊。然后我们这个安装好了之后呢，还可以召唤炼狱魔王，这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再来说。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远征队啊，小心他一会儿回来被这个机械族给打。好，我们的这个仓好了，我们优先赶紧先把这个运输仓给它造出来啊。这里把冷库拆开了，我们就在这里造这个运输仓。运输仓最好冲着冷库啊。我们改一下，在这边啊，给它改一下位置，然后让它赶紧造啊，否则里边的东西就烂光了啊。这个运输仓刚好我们现在的这个财富值有点压不住了啊，我们刚好去是吧，搞一个盟友出来啊，搞一个盟军老哥出来。哎，你别造了啊！你的造的速度太慢了，你来造啊！好，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然后这个运输仓的上面是不能有房顶的啊，就是这2个格子也不可以啊，这2个格子也不可以有屋顶，然后要把这个格子的屋顶也给它掀掉啊。掀掉是会稍微影响这个冷库的温度的啊，但是我们的冷库压得住，所以就影响不大啊。把这里掀掉，然后我们在这呢就选择建造这个运输仓，运输仓就造好了。如果你是原版玩家，你没有这个模组，你没有这个堆叠的模组啊，运输仓是你早期用来大量的储存物品的一个最好的东西啊。你用这种方式造这个运输仓，让运输仓冲着你的冷库，你就可以把冷库里的大量的这个肉啊什么的都装在这个仓里啊，等你需要的时候再给它拿出来。哎，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空间啊，这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小技巧啊。然后呢，这个幽魂好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实体这里看一下它的逃脱间隔
无论这个逃脱间隔写的是多少啊，它都是有概率越狱的啊。就尤其是这个高级实体啊，它的越狱的这个间隔会更短啊。别看它写2.2年，那实际上它可能随时都有可能越狱啊。越狱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说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啊，也很简单。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家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占财富的东西啊，开始给老哥们送了啊。我们有了这个通讯台之后，我们再点击世界的时候，我们再选择它。由于模组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能看到这个代售物品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2个老哥这里基本上该买的东西应该也都买过了。我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能买的。这边能买一些 EMP 弹，EMP 弹是可以买的，自己做不划算啊。这边是我们之前卖它的披肩啊。然后炮管现在也可以买啊，但是不是特别的急迫啊。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买了。那既然没什么东西可买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家里的一些占财富的物品啊送给老哥们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出窑，它的手工练到了多少？才12级啊。那这些皮还是留下来不要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装填发射组啊。我们可以呢，比如说把我们一些占财富的，但是现在又用不上的东西啊，直接就不要吝啬啊。这个好感度就是这么刷上来的，把这些东西就直接给老哥啊，咱也不要啊，咱也不要。比如说什么这些东西都还是要的啊，但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不要的。比如说这些生物，你看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大师级的这个麻痹度，其实没啥用啊。本来想给大家演示一下看一下，那先留一下吧，主要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跟看一下这些死人衣服。死人衣服自己卖是不值钱啊，但是你这样打包送给老哥，多多少少能加点好感度啊。反正是吧，能装下咱就装吧啊。烟罐包别装掉啊，烟罐包和炮塔背包留下来。烟罐包留下，然后这个紧身胸衣啊，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啊。就是尤其是死人掉的那个动力甲，又沉又没啥用的这种东西，就可以给老哥们送去啊，送去加这个好感度啊。包括耐久很低的这些衣服啊，反正只要是我们自己用不上的东西啊，甚至钱啊，甚至钱我觉得都可以啊。包括一些吃的啊，吃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现在看看。食物3000多啊，3000多的食物里，玉米占1200，其他的是肉啊。肉其实挺多的啊，我们还有这么多种肉啊。肉可以送，但是人肉不怎么值钱啊，要送肉送这种动物的肉啊，这样的这个钱比较贵一些啊。好，我们可以稍微的先送一些肉啊，反正在冷库里也无所谓啊，就让这些机器人去搬就好了。好，我们这个运输商终于装载完了，我们去发射给盟友看一下啊。我们这里将加22点的好感度啊，可以看一下。好，从41变成了63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啊，之前这个文化不是改革过吗？我们再补上一个灯球，再加上一个音箱啊。这2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蹦迪啊需要的一个物品。然后我们再蹦2次迪啊，就可以把这个好感度给加上来了啊，只要蹦迪成功2次就可以了。我们抓紧把这个事情干一干啊。然后呢，这边我把这个房间抓紧扩一下，因为我们眼瞅这个财报值就过8万了啊。我这早晚这个祭坛这个位置也要做啊，所以我们优先先把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先给它弄出来啊。这边这里是一个人才招聘会，这个任务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是人才招聘会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知道这人才从哪儿来啊？人才从这边来啊。他们会有一堆的这个应该是文化 DLC 加的一个任务啊，就会有这个任务的上面前面会带一个小手啊，算是一个慈善任务啊。这慈善任务做了之后会有好报的啊，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奖励，但是大多数时候奖励都不值得，真的是慈善任务。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就好在了，它会来很多的这个没有敌意的小人啊，这些小人你就可以找一下比较有潜力的，比如说这个采矿和知识都很高啊，这个小人就挺有潜力的啊。疾步如飞加冷枪手也还行啊。这种有潜力的人呢，就可以作为人才，我们就给他留下来。这个工作狂采矿也很高啊，虽然不能从事暴力行为，差了一点啊。都不能扔 EMP 了啊，没法从事暴力行为，那就只纯挖矿，没有这个好啊。我们一会儿就把这个人才给他留下来啊。这个人才一留吧，稍微加一加，我估计我们的财富值很快就压不住了啊，所以要抓紧为这边的这个房间做好准备啊。我们再切一些石头啊，再切一些大理石，把地板弄出来。然后呢，现在我在走的科技是那个排水棒啊，这个科技啊，排水棒，尽快的先把我们的这个地表给它改造了，否则好多房间都不好弄啊。好，这些人来了啊，来了之后呢，就找我们的这个殖民地里边是吧，说话比较好听的人来。
们说话都比较好听。老大呢来给我们压阵啊。我们最想要的人，我刚才看到最相中的那个啊，这是一数学，但是成瘾品痴迷啊，工作狂啊，看一下他没有健康问题啊，中毒是正常的，我们这边毒很高啊。这个聪明过人也还可以，不能灭火稍差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啥，他可以当个 EMP 投手啊，也还行啊，也还行。那我们就让我们的社交最高的人去逮捕他，100%成功啊！哎，这个也还可以啊。我们再搞几张床啊，这是几张床的事儿吧？几张床而已啊，很好解决。好，那其他人我们一旦发生这种逮捕行为，他们立刻就会敌对啊，这里就敌对了。哎，他这手脚太快了。哦，这个射一涵啊，我不是要优先逮捕他吗？这个人没逮捕上啊，这个就有点亏了。最想要的没逮捕上，这个很容易就死掉了啊。哦，准备逃跑，别打了，别打了啊！我们看一下，把这个自由开火关掉，我们的射一涵呢？不对，我们的对啊，就是他啊，还是只能攻击啊，留不下来可能啊。看一下吧，哎，行吧，人才招聘会比较失败啊，还是应该最优先处理我们最想要的人，没进来啊，没进来算了，这个人也能勉强用一用啊，勉强用一用。好，我们来举行一下这个仪式，来拉一下好感。我们雪香琴又尸体迷恋了啊，问题不大啊。跳个低啊，没事跳个低。好，令人难忘的。然后，哎，我们这边从涨过了75啊，只要这边写着，只要好感度涨过了75，我们就从中立变到了友好的状态啊。当你变成友好的状态之后呢，我们就能通过我们的这个通讯台来做一些事情了。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找个人过来，就是你吧。我们这里就可以呼叫盟友了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呼叫盟友，我们可以通过花费19好感度让他派出贸易商队，也可以花费31好感度变成让他出这个军事支援啊。这个好友盟友的状态不是说是一旦跌破75就不是了啊，这个盟友是你跌破了0，你的这个盟友状态才解除的，所以我们能让他派好几次啊，然后我们再一下子让他堆到75以上啊，就是如此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哎，这样就可以招这个好兄弟了。除此之外呢，这个轨道贸易商不是轨道贸易商，这个通讯台还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呼叫炼狱魔王啊。这炼狱魔王是什么呢？是我们生物技术 DLC， 是只有机械师才能互动的啊。这个是用来解锁我们2级的机械科技的。我们现在的机械科技只有最基本的啊，只能做几个特别小的机器人啊，太弱了啊。我们接下来要升级一下我们的机械科技啊。我们这里呢就呼叫一批炼狱魔王，炼狱魔王呢是比较好处理的啊。一来是他会走这个阵地，二来即便他不走这个阵地呢，魔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的。第一批魔王也会很简单啊，来的机械族也很少啊。然后如果你的地图上有其他的袭击啊，这个魔王有的时候还会来帮你打一打啊，这人还是挺好的，人还是挺好的。好，这边要袭击要来了，我们就让这个老大站在这个门这里啊，然后他们就会走这个阵地。当然，我们屋子里的人最好就不要再往外走了。看一下他的位置啊，魔王还有一阵儿啊，问题不是很大啊，稍微注意一下，等他们开始往这边走了，我们就要注意了。主要是这个许香琴还在崩溃呢。好，他们现在开始突击殖民地了啊，然后让我们除了许香琴的其他人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战斗岗位啊。第一次看一下我们这个阵地的效果，阵地内呢是一个封闭的黑暗环境啊。哎，我造没到屋顶？造了啊，封闭的黑暗环境。外面呢，我们之后会放灯啊，所以
会是一个明亮的环境。这里呢，我们需要一个人去投 EMP，选择一下我们家里这个射击属性不太好的人去投吧，就是你吧，心机男，我们来选择一下啊，装备 EMP， 然后呢，我们心机男就站到这个位置好了，以后你去当 EMP 投手吧。这个破冲锋枪你也别带了啊，你也射不中啊，然后我们就让他去一直扔这个位置就好了。然后其他人啊，最好是让这个烈士霰弹枪的人站前排啊，其他比如说拿突击步枪啊，其他武器的人站后排。这门没打开，我们把这门打开一下。这里最好再站2个食尸鬼或者是机械族啊，用来帮你去扛，万一这个被这个机械族贴脸啊，是需要他来帮你扛一下的啊。最好是这样站啊，站不了就也没关系啊。好，这魔王来了啊，就是一个魔王撒小兵很好解决啊。魔王呢有几种攻击模式，一是会打一个这个随机方向的一个榴弹一样的一枪，这一枪的确挺难受的啊，万一处理不好容易把脑袋打没了，但这个概率比较低啊。另一种呢就是他们往周围环境中吐火啊，那我们的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人啊，吐火也无所谓啊，我们都不在这个空间内啊。这个屋子是一个房间啊，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室内，我们外边算是有这个门，算是另一个房间啊，所以也不会受到这个房间的高温的影响。第3个呢，就是放它的这个大的这个帝王夜火炮啊，这个前摇特别的长啊。我们一是可以靠这个 EMP 打断它，二是呢，我们只要把这个门关上啊，我们让小人去过去把这2个门一关啊，当魔王失去了锁敌目标，它这个夜火炮的 CD 就会前摇就会重置啊，它就又不会打了。哎，你看刚才他甩出了一枪，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幸好我们这个装的比较好，你看他现在要吐火了啊，要吐火，我们让我们的那个谁稍后一点啊，后一点。他准备烧了啊，不管他，就打。哎，这就死了啊，这就死了，他都没什么太多的反抗过程啊，就直接就死掉。好，那这里就算是打完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因为石砖它不是满堆叠的，所以有一些石砖就被挤过来了。这个之后我们还得再稍微做一下处理啊。这个魔王死后呢，会在地上掉一个叫做同步信号芯片啊。这个同步信号芯片呢，需要让我们的这个机械师啊，看一下啊，同步信号芯片掉在哪儿？在这儿啊。选择分析同步信号芯片啊，去这个研究室里去分析啊。哎，分析了之后，他告诉我们解析了标准的机械科技啊，然后我们在研究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标准的机械科技就能研究了。如果没分析之前是这个状态的，是研究不了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升级我们的机械科技了。这边我们异常尸体直接调查完了，调查完了之后，我们应该是可以直接处死他了。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直接选择销毁这个异常尸体事件，就算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做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从他身上获得这个调查点数，并且我们也不能给大家演示到时候怎么来处理啊。所以我们暂时先不处理它。所以说留下来的时间，你只要是这个科研的小人足够好啊，是足够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破解它，不需要太担心。所以这个事件呢，相对来说也很简单啊。幽魂脊椎、异常尸体这2个都算是比较好处理的啊。魔方就恶心一些啊，当然也不是不能处理啊。下一次遇到魔方，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这个排水泵研究好了，我们接下来走地质扫描仪啊，我们来开始赶紧把这个排水泵造出来。这排水泵我是打了一个 mod 的，所以它的排水的速度要比正常的排水泵快很多啊。但即便如此啊，这里也要好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把这里给清干净啊。我们看优先清哪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很恶心啊，赶紧先把这里清掉吧。抓紧清啊，这样我们好补我们这边的这个结构啊。然后这个房间呢，我也让他们开始铺地板了。我们现在财富铁定是想压到8万以下已经压不住了，那既然压不住了，我们就索性放开啊。然后这里呢造了一个这个机械加工台，机械加工台首先呢它可以去拆解所有的机械体，帮我们回收少量的这个钢铁。然后我们如果研究了迫击炮以后呢，它这儿还能做迫击炮弹啊。迫击炮弹呢，这个 EMP 弹和高爆弹建议是常备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最好去靠买的，自己做是比较亏的，所以一会儿能买我们就买一点啊。
然后呢，可以开始做这个简易头盔了。刚才已经有榴弹打中我们的头了，对吧？我们还有好几个小人啊，这些人都是脑袋上都是没有防御的啊。那既然买不到这种好的这种防御装备，我们就用这个简易头盔啊，没准就能救你的小人一命啊。用什么呢？可以考虑用火铁啊，火铁是比钢铁更好的，而且价格更便宜的一种金属啊。但是火铁后边做这个食尸鬼的部件的时候是有用的，所以火铁现在可能还不太舍得，所以先用钢铁吧。让我们的这个生产专家小人啊，赶紧先把这个东西造起来啊。这一期还没来什么袭击啊，我不知道这个兰迪是不是又憋着什么坏呢？看一下，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现在这个数值啊，就是在8万附近徘徊啊。一旦破了8万1，我们就必须要拥有这个单独的这个祭祀的房间了啊，祭坛的房间了。这边刷了一个刚想说2星任务啊，结果就来了虫灾啊。虫灾是会刷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就是有后檐顶面积最大的这个房间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们选择这个屋顶的开关啊，看到这种深绿色的啊，就是后檐顶。后檐顶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普通的浅绿色的这种屋顶，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命令规划的这个命令啊，区域的这个命令里移除屋顶，把这个屋顶给它移掉的。但后檐顶如果你不打模组是移不掉的啊。然后当你这个地图上后檐顶最大的这个房间就有可能发生这个虫灾啊，然后就会生出一大堆的虫子来啊。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有多少虫子啊，应该是有很多啊。这虫子看能不能引到机械族那边去啊？这些虫子跟那边的那个虫子不太一样，它这里会直接伴生着虫巢，虫巢会不断的产这种叫做虫胶的东西啊。虫胶呢，小人可以吃，吃了虫胶，小人会有很好的一个心情啊，就是什么营养丝滑啊，能带来愉悦，可以提供精神上的这个享受，并且它的市场价值非常的高啊，所以你可以考虑养虫巢来繁殖这个虫胶，但是不推荐啊，因为虫子的繁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那它们出来了，我们最好去引一下啊。我们老大的移动速度是很快的，我看能不能把它引过来啊，把这帮虫子引过来。哎，这里有虫子啊，看一下。嗨，不主动打我们啊，不主动打我们，那我们去打一个啊，看能不能引发仇恨啊。引了啊。我们老大是有一个属性是不可阻挡啊，所以引了仇恨我们就往家走啊。看他们会不会跟我们进阵地啊？能进阵地自然是最好，不能进阵地，虫子我们也可以在野外打，就是相对来说危险一些啊。好，虫子看看会不会被引过去啊？引过去了一些啊。我们先进去啊，看看他们会不会走正门，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小人先别来回乱动了啊，先去看一下。引走了一小部分啊，但其实这些虫子我们直接打应该也能打，先看看它会不会走吧。我不确定它会不会走阵地啊。他们好像是在往这边走啊，他会判断哪一个地方能进啊，仇恨的路径啊，判定了路径以后就可能会往这走，然后你让你的这个小人在这个门后边站一段时间啊，就是提供一个威胁啊，这样呢这个敌人就不会去砸门了。我还看到了好多爆炸的声音，没关系，让这个虫子打呗。然后让我们的布拉格过来，在这边当近战布拉佩啊，布拉佩。好，这边小虫子就来了，我们站的位置不是特别好啊。投弹手你没有啥用啊，你就走吧。好，然后虫子就进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虫子和小虫子之间啊，这个碰撞体积就是有的时候会判定的就不对啊，就不会被限流，但是小虫子和小虫子之间都是会被限流的。哎，别出去啊，出去会把这个虫子引进来。看着点自己的机械体，别出去。我们的这个烈士霰弹枪在这里现在还不太好用啊。你看到这边啊，这个位置是为什么它不攻击啊？因为没有视野啊，被这2个墙挡住了啊。这个格子在打这里的这个视野是很窄的，你可以考虑让他站在这边啊，站在这个格子。小人有一个机制叫做探身射击啊，他站在这个墙的后边，他会往外探一下，他只要
这个探定探的这个格子能看到它，它就会主动往外探啊。但是如果探定的那个探的格子看不到，它就不会探头啊，不会探头，这样就会探身射击出来。哎，那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哎，这个建造机吸引掉了一部分的虫子的仇恨啊，没关系，剩下的这点我们出去打就可以了。坏了，我的这个钢铁墙要倒了，怎么还把我这个墙给我弄倒了？真讨厌啊！钢铁墙倒了，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袭击了啊。那我们处理一下吧啊，走吧，趁着这个机会啊，我们出去把这波机械族处理一下好了。钢铁墙倒了，这里就不好弄了啊。主要是这个迫击炮会轰我们啊。这虫子给我干坏事了啊！找一下我们的这个错乱枪啊。主要其实这一波里边的这些人里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就是这个蜈蚣啊，其他都还好，这些炮什么的都比较好处理啊。你要带上烟罐包啊，我们的这个新西南背了个烟罐包啊。我们先出来啊，看一下这个炮火的最边界的范围在哪里啊？所有人都往这个地方去集合。这墙快塌了啊！我们先用老大可以考虑骗一下火炮啊，加农炮的火炮可以骗一下。哎，对，这个火炮就 A 出来了，火炮 A 出来了，我们往里走啊。好，我们放一下这个烟雾啊，放下烟雾呢，我们站在烟雾里，首先火炮就会丧失对我们的攻击啊，这个火炮就不会再攻击了。然后以这些有可以攻击的这些单位啊，打我们的这个命中率也会显著的下降。然后我们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点了，这样的一发错乱枪就可以把这个蜈蚣错乱成我方的阵营啊，所以他们呢就会开始就是打这个蜈蚣啊，就把敌方的这个所有的火力都吸引到了蜈蚣身上。接下来我们只要对付这个小火炮就好。对付小火炮很简单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靠我们的食尸鬼啊，先吸引到这个火炮发射啊，然后呢，其他人再往外冲。刚才冲大了啊！因为这个地狱火加农炮它犯的是一个范围的火焰伤害啊，所以最好的就能把他的炮骗出来就骗出来啊。我们老大是可以啊，你看骗出来了，然后我们往前走啊。然后这个电荷的这个也挺疼的，但是它毕竟是个散乱的啊。屋顶塌方了啊，然后我们再放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攻击范围不够远。它炸了，好的，它炸了，好，然后看一下那个炮也没了啊，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上 A 上去，好，老大也 A 上去。蜈蚣不会主动打我们的啊，他在打这个小机枪塔啊。然后所有的建筑被打掉之后，就会显示所有建筑被摧毁了。所有建筑被摧毁之后呢，我们所有的小人会获得一个摧毁机械集群的一个新型增益。好，接下来就干嘛了。我们割地这么久啊，割地赔款这么久的这个活动区，终于可以完整的画回来了，这样这里我们小人就都可以来了。然后老大最好别走啊，我们那边还有很多虫巢没拆啊，这虫巢我的建议就还是拆了，最好还是拆了啊，以绝后患。我就不留了啊，我们现在财富压都压不住啊，就不留了，我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拆掉。按住 Shift 啊，按住 Shift 你就可以一直这样下命令就可以了。咱们开聚会，村庄的终端先不管啊。
这边提示我们血香芹需要死眠了。当我们的血香芹的这个死眠条掉到这个小数线以下的时候，就会提出我们要死眠了。如果长期不死眠呢，血香芹的这个健康和很多东西都会受到影响。但现在死眠的话，我不知道这异常尸体如果我们死眠的话会怎么样。死眠对于异常尸体，它会跟我一起眠吗？这我真没试过啊。我想给大家演示的是，如果这个异常尸体醒来，我们可以把血香芹在健康这里给它选择麻醉了。我们麻醉之后，这个异常尸体从它提示醒过来到站起来之前，会完全复制我们血香芹的这个状态啊，它就也会被麻醉，它就会倒地不起啊。但我不知道死眠可不可以啊，这我真没试过啊。试一下吧。我们现在刚才存个档，就当试一下了啊。我们一会儿让这个血香芹去死眠。刚才这个囚犯他跟我们打起来了，身上一堆伤，还感染了，索性就直接给他转化成食尸鬼了。我们第3个食尸鬼产生啊，产出瑶那个啥了啊，食物中毒了，问题不大，最近没再生产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的床和这个生产设施给它腾出来啊，这个祭坛就被尊重了啊，就不需要再吃到那个心情简易的惩罚了。这屋里可以放这个娱乐设施啊，娱乐设施是没关系的。那我们就把这2个房间暂时先给它分开，然后产出的生产的东西呢，暂时都先放到这个小房间里啊。等这边的这个排水泵抽完，抽的差不多，我们再来继续啊。然后我们可以给这边稍微的再改一下名字啊，做一下编号啊。布拉佩是吧？啊，叫阿布好了。都是我们的 A 组啊 ，A 组都是我们的食尸鬼。这叫阿白好了，阿白也可以。好，阿白，我们食尸鬼3人组啊，至此我们的整个阵地里的所有的位置啊，就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啊，包括这个投弹的 EMP 手啊，包括我们的近战，包括我们的远程的小人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还应该再做几把高品质的这个链式霰弹枪，我们现在还有人拿的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也反正也能用啊。也还能暂时用着。我们现在必须要死眠了，死眠也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也做了跟死眠相关的科技的准备，也在生物技术里啊。首先死眠，我们如果在这个死眠棺材里啊，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死眠的增幅，额外的死眠效果的。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死眠会给你一大堆的这种仪器啊，那我们的这个死眠小人呢，在没有这个死眠血清的加持下啊，它就能连接的仪器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啊，它只能连接1台设备。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死眠血清去扩容啊，死眠血清呢有可能会在别的这个殖民地里卖啊，之前没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死眠扩容血清，每扩容一个呢，它就能额外的多添加一个这个设备啊。这些设备呢，有的比较有用，有的其实没有啥太大用处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最有用的是这个增速的这个加速的这个加速器啊。能够让你的缩短你的死眠时间啊，但现在它需要的钢铁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啊，那就算了啊，索性就直接让它死眠好了啊，我们就随便选择一个床，我们就右键它选择开始死眠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这异常尸体会怎么样啊？哎，不是我异常尸体呢，我异常尸体去哪了？又不见了啊，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在这儿啊，回来了。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因为跟我这个死眠一会儿也不会醒过来啊？这个我不清楚，没试过。看看死眠的过程中他会不会起来吧？哎，他醒了！哇，这个异常尸体醒了，没有通知的啊。如果你能在他醒之前看到动画，这个他会有一些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看到动画，然后你提前把你的这个。被那个什么的人给他那个什么掉，给他催眠掉是最好的啊，就是麻醉掉。那这个时候这个尸体就起不来了，他就只能在地上跟着一起麻醉啊。但是当他已经醒来之后，那么再去麻醉血氧琴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有用了啊。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选择先把它携带啊，我们只能先把它送到低温休眠舱里啊，抱着我们这边的食尸鬼啊。可以看一下醒了的这个异常尸体，它有什么特征啊？它有一个高速再生，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一个800生命的盾，并且这个盾呢，它有一个极高的疼痛修复值，就是不会倒地的啊。然后呢，它刚开始的移动速度还是很慢的，只有2.6个每秒，所以后边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你想去跟它去跑是肯定跑不掉的啊。
然后我们其他的人啊就可以准备在这里啊，一会儿去迎接他。我们机械师啊就带着这个血扬琴，我不想打断他的死眠啊，我打他死眠有点亏，因为我们的机械师是有那个什么的，是有血族的技能的，是可以跳的，所以也没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看看这边能不能拦得住他一会儿啊，好像拦不住啊。可以看到他现在的移动速度已经很快了，已经有4点多每格了。好，我们现在就跳吧啊。你走得快是吧？我听说你走得快啊，还好我们的这个血还是挺够的啊。我跳，好家伙，这些人追都追不上啊，我们就直接往这个，我看我这离这边近啊，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吧啊，这边还有一个箱子我一直都没开啊，我一会儿去给它可以开一下。离这边近，我们就往这边跳啊。对于异常尸体来说，什么 EMP 呀、什么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用啊，就不用考虑了啊。好，然后我们选择把它放下来，然后我们选择把它放入低温训练舱啊，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就不怕了啊，就没关系了，所有人都跟出来了啊，都跟出来了，可以啊，跟出来了。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他，迎接他。他会传送的啊。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移动速度，9.336了啊，已经。我们机械师别走了，在这待着吧。别我们自己把这个棺材射坏了，他会去打这个棺材啊。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个棺材占有，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得把它画在居住区里啊。画在居住区里，我们就选择修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棺材损耗的速度，它是没我们修的快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其他所有人上来去围攻它就好了。修！哎呀，别打我的这个棺材，我打坏了。来，进来。进来啊！这些什么心灵冲击枪啊，什么东西对它都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打坏我的棺材啊。好在我们机械师维修技能应该还可以。别！要不还是靠近战吧？我觉得我这个棺材有点遭不住啊。好，还能修上来啊，还可以。看着点啊，一旦修不上来就不让他们开火。然后看一下这个尸体的这个高速再生，这盾才打了200多血啊。我们先别开火了啊，把自由射击给它关掉。好，然后先修这个，先修，确保里边的人没问题啊。还挺难修上来的，你别说啊。我靠四个食尸鬼踢，这得踢到啥时候去？这打得太慢了啊！80多了啊，80多了。好，我们开个火。好，看一眼。好，不要再打了，关。就如此往复啊。
好，我们终于把这个盾打掉了啊！快打死他了，我们的这个休眠舱也快没血了。好好好，补一补血啊！这一轮能把他带走。好，打死了啊！异常尸体已消灭啊！他再也不会折磨雪香琴了。好，终于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可以打开休眠舱啊！哎，饿死了，大家都饿死了。基本是在这儿罚站了一整天啊。好，我们把它带回去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密封储存箱也给它打开吧，看里边是什么东西啊。好，至此呢，我们的这个雪香琴的这个异常尸体危机啊，就算解决了啊。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很长了，这期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啊，给大家说了异常尸体以及讲了这个阵地的一些处理的原理啊，并且解决了这边的机械集群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有所帮助，不要给下面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拜拜喽。